我听娇儿说过，燕夫人乃神女下凡，与娇儿前世有缘。修筑运河之事，也多亏了燕夫人相助。哀家就在想，我与娇儿是否也前世有缘呢？太后与陛下前世亦是母子。想来这世陛下转世到此，也是追随您而来，为的是与您再续前缘。真的？真是个可人儿啊！依娇儿对你的喜爱，想必等她行完冠礼，便会册封你为皇后。届时啊，等你们行完拜山仪式，哀家的这颗心啊，也就终于放下了。太后娘娘，您是说皇后亦可进入护山殿行拜山之礼？当然了，帝后需一同进入护山殿进行拜山，这也是我们护国这么多年流传下来的规矩。拜山之后，娇儿便可以正式的继承摆放在殿中的玉玺，正式成为我护国的君王。陛下，拜山之礼一定要等到成婚之后才行吗？先行冠礼，再成大婚，方可拜山。这是护国历代传下来的规矩。怎么突然问这个了？陛下，您看臣妾帮您做了运河这么大一件事，论功绩是不是可以册封皇后啊？等冠礼结束后，直接册封可以吗？谢陛下。早晚都是你的，为何如此着急？臣妾……怎么了？怎么这么烫？陛下不用管臣妾，休息一会儿就好。孤梦的果，在梦里的火，不断在我体内燃烧，和你今天的样子像极了。当时我们的痛苦并不相同，直到臣妾拥有了陛下用神魂炼化的这团灵火，臣妾才知道，陛下当初承受的痛楚是有多深。那时，孤是如何缓解疼痛的？臣妾会这样做。当初，臣妾还为陛下降过一场雪。说起来，好久没有看过雪了。等下雪的时候，孤陪你一起。好。以后只有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，我能不能不要自称为妾，你也不要自称为孤？我觉得你、我们都是很美好的字眼。孤知道，我知道了。还疼吗？是你先亲的我。我亲完了。你说完就完了。别跟姐姐闹啊！睡了。
系了。没有。我们这样盖着被子聊天，不也挺好的吗？你要再敢乱动我，我可没办法保证只和你盖棉被纯聊天了。没关系，姐姐能保证。你作弊！你究竟为何不愿意亲近于我？我自然是有我的理由。那这个理由为何不能告诉我？还不是时候。那何时是时候？我问你，你可知何为灵府？不知。那就盖着棉被睡觉吧，等行完拜山之礼，就都知道了。丑时来湖边相见，念酒。念九怎么会自条传信于我？一言假。先去诈骗集团学习几日再来吧。下次有事先传信于我，不要贸然来访脸。我曾让念九查到油盐踪迹后先传信于我，难道他这是找到了？廖廷艳这个妖女，妩媚迷惑陛下，竟然还施展妖术，欺骗天下人！什么东西？丑时独自来紫泉宫湖边相见，否则灭尔全族。岂有此理！去把我的披风和照妖镜拿来。贵人，你不能去啊！我有照妖镜，我怕什么？我便是要让陛下和太后都看清这个妖女的真面目。你若是我一个时辰后还未回宫，你就赶紧带人去找我，明白吗？是。怎么睡着了？念九人呢？在那儿。血，好多血。陛下，回陛下，在燕夫人的宫中发现了思贤贵人的尸体，她浑身上下的血被抽干，血肉也像是被野兽吃干净的。还能查出死亡时间吗？大概是昨夜丑时，
这也与贵人宫里的宫女和侍卫的口供吻合。陛下，目前种种迹象表明，燕夫人。陈汤，这2封信的笔迹你都对过，难道你看不出这是蓄意嫁祸吗？陛下，若是蓄意嫁祸，那燕夫人衣衫上的血迹又从何而来？这应该是你去查验之事。陛下，为尽快查明真相，微臣恳请陛下将疑犯燕夫人关押候审。陈汤，孤看你这廷尉是当腻了吧？臣再迟1日，便尽忠职守1日。陛下，为还臣妾清白，请陛下恩准陈大人所请，将臣妾关押候审。不行，孤不会将你下狱。臣妾心意已决，请陈大人带路吧。这牢房倒是比我想象中干净一些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有心情管这些？红罗，念酒。廷琰，思贤贵人之事，你为何自请下狱？如今种种证据都指向思贤贵人是我所杀害。我要是任由司马交维护我，必定会引发朝堂上众人的不满，给南燕后可乘之机。而我自请下狱，多少还能为我洗脱几分嫌疑。况且，我也担心游嫣会做出什么，使我体内的魔丹失控。离司马交远一些也好。应该是司马交来了，你们快走。你就这么来了，一个随从也不带，真不怕我是个要挟？你若真是杀人饮血的怪物，何必舍近求远？你旁边睡的这个真龙天子，不比旁人更加美味。走吧，随我回去说。我不会让你住在这种阿杂之地。不行。我若走了，那群朝臣定会闹翻天的。思贤贵人之死，绝不是燕夫人所为。你读过如此多的书，竟不知代言识人，还将燕夫人下狱。陛下，这是燕夫人她自请下狱的呀。不过燕夫人此举，倒真是能自证清白。有心之人，不会因她下狱之举，而打消对她的敌意，明白吗？疑惑，你近日多去南燕侯府上走动，孤担心他会将思贤贵人之死都怪在燕夫人一人头上，而做出什么事情。是，陛下放心。陈汤，你接着去查思贤贵人之事。是。还有，狱中的饭菜要做得好吃些，被褥也给我换干净舒适的。哦，是。我险些忘了，
国师当年救下你的地方，应该就是白骨渊呐。想来你与那韩愈还是旧相识吧？原来阿爷真的是我一直找的那个人。风起少爷，当年令尊常大将军随先魔主游言，为魔族大业出生入死，并将油池亲手养大，竟落得个鸟尽弓藏、被打入九幽炼狱的下场。你既选择了隐居在这鹤仙城，就是不愿再牵扯于任何的权力之争。可不要想不开，与那司马交做抵抗啊！难道我就看着他去死吗？风起少爷，还是想开一些吧。何况他现在像是已经忘记了自己的韩愈记忆，所以才没能与你相认。唉，可惜了这一段缘分呢。阿爷，等我，我一定会救你出来。国师，风起已经动身去了东城。好，我就知道他对那条韩愈念念不忘。幸亏当初我们没有告知他，那条韩愈救风起是按照我的命令行事的，且去的时候已经被抽去了七情六欲，即便是找回了记忆，也不过是一个没有感情的刺客。如今凭着他对那条韩愈的执念，或许可以将廖廷彦从司马交的身边带出来。那国师可要将廖廷彦的下落告知魔主？你觉得他在乎吗？属下多嘴。如今最要紧的是风起这步棋。先魔主游言，来日神魂归位，还需要长家之后协助开启血祭阵法，务必盯紧风起的行动。虽然需要他带出韩愈，但也不要让他有任何的闪失。是。司马交没必要骗我，他大可以直接杀了我。难道他真的跟我这元神有一腿？怪不得我爹不愿意给我恢复记忆。那诗燕跟司马交就是罗密欧与朱丽叶，是对有着世仇的苦命鸳鸯。不是，司马交说我姓廖，我爹说我姓施，那谁说的是真的？燕姐姐，我可以进去吗？燕姐姐，我终于见到你了，你果真如我娘亲说的一样，好亲切啊！啊，这是我特地为你准备的新衣服，你快把你身上这身脏衣服换下来吧。你是？我是周月清，周青儿的女儿。燕姐姐和师祖18年前救过我一次，如今就属你们和我最亲了。为何说我们与你最亲？燕姐姐果真什么都不记得了。我与师祖同为凤山血脉，师祖就如同我的亲人一般，而燕姐姐和师祖是道侣，便是我的亲人了。我真与他是道侣？我娘亲说了，燕姐姐和师祖最是般配了。那你可知我当年的名字是什么？廖廷彦。哎，那个不能放那儿。他们的口风为何如此一致？
难道是司马教找人来连伙骗我？他图什么呢？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师祖娘娘，师祖让我们布置的热闹些，您看这样可以吗？我不是师祖娘娘。这直接布置婚房了。司马教要同我结婚？我猜一定是这样的。那我要赶紧为你们的婚礼好好准备一番。快走快走！好什么好啊！我爹要是知道了，不得气死啊！这都是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？这是什么？你从前最喜欢摸鱼。摸鱼？他不会是在说上班摸鱼的摸鱼吧？应该只是原主有抚摸鱼的爱好，好像哪里怪怪的。我这爱好还挺让人费解的。不是你说想摸鱼的吗？摸吧。摸鱼啦！你也太懒了吧！自己喜欢摸鱼，却要别人抓到你面前才肯摸。看来现在不洗了。我为你准备的食物，怎么不吃？我不饿。你曾经说过，吃东西不是因为饿，是因为开心。我没那么享受，我吃东西只为了填饱肚子。你已经是化神期了，还需要睡觉吗？觉没必要睡，但是我想睡，就像吃东西一样，没必要吃，但是我想吃。一个人要是连好好睡觉和品尝美食都做不到，生活一定少了很多乐趣。那个，要不你吃点儿？怕我对这饭菜动了手脚？不会啊。头一次见有人吃饭表情这么难受。难吃，不吃也罢。我会为你寻些更美味的食物来。不用。见过城主。啊，见过吗？还真没见过，不过没关系，定帮您找到人。嘿嘿嘿嘿，兄弟们，找人！是啊是啊，您这边请。兄长，那廖廷烨是不是被司马娇说服背叛了我们？否则，那司马娇怎么会这么快就找上你来？这个廖廷烨虽然说是个懒散的废物，但他为人还是忠心忠义的。在他失去记忆的前2年，我没有让他接触任何的人，这才培养了他对我的依赖。那个时候，他就像一只兔子掉进了狼窝，而我才是他唯一可以信赖的人。虽然现在他已经失去了记忆，就算司马娇对他再好，
我相信他不会背叛我的。他现在如何是好？整个鹤县城都在找我们，这里很快也不安全了。先离开鹤县城，我们再从长计议。老大，就是这儿，我们就是在这儿发现的。给我搜，地上地下都不要放过。是。是。此人曾是仙府的掌权人，也是有几分谋才的，如今沦落至此，甚是可笑。国师啊，你为何要放过他呢？听说廖廷彦这18年来认贼作父，一直以为施千旅是他的救命恩人。他也是最了解廖廷彦在仙府经历之人，留他一命，或许哪一天能为我所用。哼，只是不知道他是否会领情啊？何须他领情？待他穷途末路之时，自然会放下身段。盯紧他的动向。是。幸好他们没有看出来，我们是仙府之人。他是魔域的国师明离，他的修为不至于看不出你我的身份。那他们为什么要让我们离开呢？也许他另有所图吧。哎，那男的，站住！你怎么还不离开啊？是你的师祖说，我可以留下。哼，我告诉你，那是因为我们师祖对庭燕疼爱有加，你才能苟活下去。你必须要夹紧尾巴做人才是。怎么还敢如此大摇大摆？我告诉你啊，今后不许你再出现在庭燕面前。可以啊。但阿燕就爱吃我做的吃食，吃不到便会闷闷不乐，不得安眠。到时候伤了她的身子，谁来负责？你是说，他非你不可？看起来是的。你对他来说太过危险，我要陪着他，替他防备着你。他与我已是道侣，你不过是个跳梁小丑。不过，这闻起来香倒还是挺香的哈。干嘛？不过是些雕虫小技，庭燕想吃什么，我们师祖弄不到。哎，师祖，您就算不杀了那个小子，也不能让他如此嚣张啊！哼，哼，区区小辈，也配让我动怒？我何须与他一般见识？师祖，您看起来好像没有不生气的样子。
走。你的术法越来越厉害了，偷偷练习了？哪有？少来！我知你最爱提升功法。再来。谁爱啊？还不是被逼的。什么？没什么。来。天色已暗，你先回去休息吧。我去外面查探是否有防备松懈之处，为我们日后离开做好准备。好。风姐这小子怎么不听劝呢？让他走又不肯走，每天跟打了鸡血似的找我练功。我练功是为了自保，不是喜欢呢。你什么时候来的？我带你去一个地方。我怎么就拒绝不了他的请求呢？我怎么好像来过这里似的？你想起来了？没有，就是隐约感觉，好像在梦里见过似的。那不是。
这塔着实适合观景。这塔原先在三圣山，被我搬到这里了。看来你很喜欢这塔。是厌恶，他囚了我500年。500年？那你为何还将它搬来这里？你我曾经在这里生活过，这里有你的气息。差点忘了，我自己只是个替身。他做的这些，都不是为了我。这地方是不是少了点什么？我要杀了你！你女人死了关我什么事？虽然是我的力量，但又不是我杀的，是你自己傻算计别人，结果不小心把她给烧死了。你就知道怪在我身上。你不痛，我还痛呢！大猪蹄子，王八蛋！这火苗骂人的口吻，怎么跟我有点像？闭嘴！你把这个女人找回来了？我让你过来给她浇水，看她开血凝花，你便叫她乱说话。你这个臭女人，坏女人！怎么知道了真相还在叫？比起你这簇只会吐火星的小邪恶势力，我肯定要向更邪恶的祖宗势力低头嘛。原来这就是大名鼎鼎的血凝花，我教的。这躺椅怎么这么像我的风格？你还挺会享受的。你教的。原主也会敷面膜吗？不过这些年，我倒没这功夫这样摊着敷面膜了。这有什么用？保持肌肤水润呀。我曾经在失去你时，独自登上过这塔。恍惚间觉得，过去这10几年，比囚在这三圣山中的500年还要漫长。清醒一点，他做的这些都不是为了你。我们之间曾经有过很多回忆，他们都真实的存在于这里。不会改变，也不会消散。
其实我并不是你口中的廖廷琰。有人吗？嘿，这儿不错哎，地势不高，离中心塔不近，不会有同事来串门儿。在这儿铺一床厚被子，豪华大床房。哎呀，阳光也这么充足，比我之前租的房子不知道要好多少呢。这个乾坤袋虽然品级不高，但补给日常用途，绰绰有余了。徒儿切记，进入三圣山，不可与人结怨，只管本本分分的做人，事事不强出头。师傅呀，师傅，我不是出不出头的事儿，徒弟我差点出殡了呀。你好能装啊！小小的乾坤袋，大有乾坤，早知道把所有家当都装过来了。这儿还有个胆子更大的。能在暴躁大魔王手里捡回一条命，我可真是福大命大。我说你们魔域费这么大劲送下来的人，除了比常人修为更差，也没看出有何特别之处。这么久还没消息，你只需知道，只有他能杀了司马交。少公主有空在此处试探我，还不如想想如何利用她体内的蚀骨之毒，早日完成你我之间的约定。没想到我心心念念的度假在这儿补上了。他竟是在睡觉。庚辰仙府如今这些没用的东西，是故意派他来激怒我，还是真的没用到这种地步？完全没发现他是个魔域的奸细。冤枉啊，祖宗！蠢蛇！我怎会因一个区区魔域之人而头疼？分明是我身体里的灵火在作乱。我倒要看看，他究竟要做些什么。他怎能睡得这么沉？难问。走了。
闹钟怎么没响呢？这花还怪奇怪的，晚上还会发光呢。那不是前几天被师祖打飞的妹子吗？本命之火熄灭了。喂！还好，他的魂魄还未散去。公主，我不是嘱咐过你事事小心，怎么这就死了？我死了，我就是看到师祖那里种了好多花，我想摘一朵，然后就到了这里。难道是日月幽潭？月公主。还好，仙府弟子都有一次脱生的机会，你还是早点做准备，送他去脱生吧。1天之内，命灯灭了2盏，师祖下手依旧如此狠绝。师祖怕是还记着昔日的恩怨，会将仇恨转嫁到弟子身上。哼哼。你以为他会在乎这些弟子吗？他心里还记着与八大宫的旧账呢。当初我们的父辈……好难受呀！好难受！师祖，我好难受呀！师祖，师祖，把我身体里的这团火拿出来！师祖，忍一忍，把血放出来就好多了。往日八大宫喝他的血，又让他在三圣山被关了500年，他的仇恨只会与日俱增。师祖对待他们尚且毫不留情，要是有机会直面我们八大宫，恐怕会更加为所欲为啊！殷公主说的对啊，哎，她的意思是说，让我们先下手为强。这。师祖有灵火在身，其实力远超各位。如果此时贸然挑衅师祖，怕是最后也落得一个惨死的下场。如今师祖虽已练出灵火分身，但三圣山封印尚且稳固，师某还恳请各位切勿轻举妄动。你以为这些弟子为何进山？不过是受了庚辰仙府那些老东西的命令，来涂抹我的血跟命。他们都不敢进山，那个人却大摇大摆地来我这儿放松身心。等会儿，师祖，你在监视我？没有，我是个斜眼，我在看那边。告诉我，你到底是来做什么的？来调整作息，放松身心，简言之，度假。
回事？怎么话到嘴边就变了？肯定是这孙子搞的鬼！玄幻世界害我，这里竟然还有真化 buff 这种东西。你不想杀我？不想。你为什么不想杀我？我不过是一条无辜的咸鱼罢了，修为低成这样子，多想不开呀，要杀你！当真如此？不然呢？你是不是有什么被迫害妄想症？脑子有问题啊！我死定了，这个 buff 太害人了。救命啊！到底杀我还是不杀我啊？给个痛快吧！弟子不敢。这师祖是闭关闭太久，精神出问题了吧？不是。庚辰仙府一开始方向搞错了呀，送什么弟子进来侍奉？我看应该送医生进来给他治治脑袋。走开，臭狗子，别舔我！说兄弟，我细胳膊细腿的，你饶了我吧！你吃了我反而塞牙。你想喝这个？早说嘛！您请哈。哦，不好意思啊，是我不太周到。其实说起来，这也算是我清谷天的特产。只要有这青灵竹在啊，就会源源不断的生出青灵叶来。我平常都拿它当奶茶喝，没想到你也好这口啊！这蛇怎么狗里狗气的？能把一条巨蛇养成忠犬，祖宗不愧是祖宗。我这算是又苟了一天。我好难受，我好难受呀！我好难受。魔异的东西你也敢喝？是嫌活得太久了吗？你只不过是过去吃喝了2回，现在便替他说话了。世人皆贪婪，更何况是魔域之人，不是想夺灵火，就是贪图血凝华。他只是比旁人更会作为罢了。逆生石国，紫 A 月之宫的玉蓉蓉消失无踪，连尸体都没找到。这山里又只能进不能出，想回宫都不成了。师祖的脾性谁也琢磨不透，先别乱。无论如何，我们活下去才是关键。如果我们当中有1人能够得到师祖的垂青，成为师祖娘娘，那我们天之宫便能一举成为8宫之首。司马娇果然如公主所言那般残忍无道，我们必须找出她的弱点，早日杀了她才是。凤山灵火已与司马娇融为一体，如果司马娇死了，灵火也会熄灭。这样一来，整个庚辰仙府就无法生发灵气了。
我们如何修道？那血凝花是由灵火吸取司马娇的血长出来的，吃了血凝花和司马娇的血，我们照样能提升修为。你忘了公主说的话了？当年她得罪了司马娇，如若有一天她一个不高兴想要翻旧账，我们都死无葬身之地，还何谈修道？你们叫我来，就是为了商量这件不可能的事情。叶若灵，你别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，别忘了，你的族人还在公主手里。我已经给蛇兄安排上了，希望他今晚不要吵醒我，让我睡个安稳的觉吧。这熟悉的感觉怎么回事儿？修仙之人也会痛经吗？太痛了，越来越疼了。明离不是说，这半生灵能牵引廖廷烨的蚀骨之毒吗？怎么他听到召唤之后，居然毫无反应？这廖廷烨，莫非真的以为攀上了司马娇，就可以摆脱我们的控制了？哼！好，我且看这蚀骨之毒，你还能挺过几回？蠢蛇，你带了个什么回来？他竟然中了魔毒，你为什么想救他？你知道他是来做什么的吗？什么都不知道就把人带到我面前，你想死吗？这毒不过是魔域用来操控傀儡的小伎俩罢了。竟然直接睡着了。魔族千方百计送进来的，竟是这样的人。看来，他比那些蠢货聪明，不仅没到我面前来找死，还笼络了那条蠢蛇。如此深沉的心机，配得上这张脸。
师祖。我怎么在您的殿内啊？演得不错，你竟敢利用那条蠢蛇，把你带到我的中心塔上。我猜可能是昨天晚上我肚子疼，我疼晕过去了，然后蛇兄担心我，他想让您救我，我没有想要麻烦您的意思。哎，我肚子不疼了。喝了我的血，自然不会疼。我喝了您的血啊！敢吐我就杀了你。您的血还有止痛功能啊！不仅能止痛，还能增进修为，这世间无人不想要。不用算上我，我不太想要。你现在的样子，让我很想立马了结了你。别！我怕脏了您的手，我。既然如此痛苦，为什么不动手杀了我？因为无缘无故，无冤无仇。哼，在这世上杀人，不需要冤仇，更不需要缘故。比如现在，无冤无仇，无缘无故，我就是要杀了你。你又能怎样？我不能怎么样，我也打不过你。你要我杀，可我偏不杀。日后换你来伺候。我啊，我先走了。无冤无仇，无缘无故，就不想杀我。庚辰仙府哪个人不惦记着我的血？要不是只有我能供养灵火，要不是灵火能滋养整个庚辰仙府，要不是他们打不过我，我早就被分而食之了。魔域一直想毁了庚辰仙府，熄灭灵火，应该杀了我才是。怎么，他不想杀我？今天过得这么惊心动魄，我这晚上肯定又睡不好了。真是可笑，真人之事问出来的答案不会有假。若他真无杀心，或许可以利用他一番。500年，新月夜。
师姑，我们在中心塔下日日等待，但这扇门从未为我们打开过。师祖他真的会见我们吗？难道你跟那些人一样浅薄？你要是害怕，你就走吧。不，师姑，我只是不知该怎么面对师祖。公主曾经说过，在这位师祖面前，试图掩藏自己是不可能的。我们只需要拿出最谦卑、最虔诚的姿态，将我们的心思都暴露给他。只要我继续坚持下去，师祖一定会被我触动的。蛇兄真是好心办坏事，我还没好好休息几天呢，又要上班了。弟子前来拜见师祖，还请师祖收下弟子。真是个勇士，竟然主动要求去面对那喜怒无常的祖宗，怪不得人家能当领头大佬。这个思想觉悟真不是盖的，我要是能跟他换换就好了。嗨，你竟然还未死！你们这些人怎么回事啊？见到我都说这话，我才不死呢！我要苟活着。你若是想要苟活，就离这里远一点。我倒是想啊。这师祖怎么回事啊？让我来上班也不给我个门禁卡，怎么进去啊？师姑，这小弟子恐怕不了解师祖的脾性，要不要提醒他？何必多管闲事？能在这么近的地方安全待着的，唯有你我二人。此人今日怕是要死在这塔下。师祖，我来上班啦！这怎么会？这个门是敲一敲就能进的吗？方才那个弟子是怎么进去的？不知道师祖会让我做什么？什么东西？这些都是我日常的生活用品，我从乾坤袋里掏出来的。但是我不太会用灵力，我就只会往外拿，不会往里收。放下你那些破烂，跟我来。师祖，外面那个人是死了吗？你觉得呢？为什么要杀他呀？比起那些能一眼看透的贪婪，我更讨厌那些已经失去脑子和灵魂的傀儡，连杀他的兴趣都提不起来。那为什么？他太吵了，令我有些厌烦。嫌烦就要动手吗？这祖宗好疯啊！好累啊，这比挤地铁还累。走不动了。师祖，弟子斗胆问一句，我们爬这么高是要干嘛去啊？不做什么。看来这祖宗是闲得太无聊了，就想玩死我。以前上班至少还能做个人，来到休闲世界打工，却只能做领导的玩具了。你先打扫这层。
别说，这视野倒真挺不错的。就是师祖喜怒无常的，有点破坏上班体验。不过，在这高塔里独自闭关500年，性格变扭曲了，也不奇怪。师祖，你看我多努力啊，干活呢。社兄，是你呀！我以为老板来查岗呢，吓我一跳。什么意思啊？你要带我去哪儿吗？还是师祖他又怎么了？刚刚就是他把我丢在这儿，也没跟我说个上下班时间啥的。啊，你要直接带我去找师祖吗？若不把他封印，定会屠灭整个邪府。灵火已与他融为一体，只要留他一命，给我们提供灵气即可。不如在此封印之上再加一道禁制，此禁制连着他全身经脉，可压制住他，令他无法自戕。即使他再痛苦，也不能求死。